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S 市星期六 A 大经济管理学院教学办公楼，白启远和助教周牧阳正从2楼203走出来。今天休息日，你其实不用专门跑这一趟的。白启远随口道 PPT 直接发我邮箱就行。没事，教授。周牧阳笑着应声。反正今天我也没安排，打印出来，您看着也方便。白启远点了点头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周牧阳脸上掠过一抹甜笑，两人一边说着，一边顺着楼梯往下走。下周我不在的那几天，就按昨天我跟你布置的内容，带着学生一步步来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教授，我都记着呢。好。白启远停下脚步。行了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那祝教授一路顺风。白启远笑了笑。我可不是要出去玩的，是有些私事要处理。哦，好，明白了。那教授再见。周牧阳脸上笑容的甜度丝毫未减，还多了几分乖巧。他朝白启远挥了挥手，白启远点了点头。周牧阳离开，他转身来到101门前，门虚掩着，他隐约听到断续的声音，轻轻的喘息，细碎的吻声和几句模糊不清的娇嗔。白启远眉心一跳，抬起的手在半空悬了片刻，最终没有敲下去。他轻轻吐出一口气，转身走了几步，停在办公楼的天井旁，抄兜摸出一盒万宝路，朝手心磕了磕。一根烟听话地滑了出来，待在他的指尖，被他送到唇边，舌尖舔了一下有点干的唇。大拇指在打火机上一划，亮起的火苗把他脸部的阴影照亮，凸显出他好看的侧影线和尖尖的下巴。烟叶燃起的细响让他肩背微微松了下来。他收了打火机，丝丝缕缕的烟从面前缓缓升起。他抬起头看向烟飘去的方向，这里是办公楼的天井，半封闭的露天花园，阳光从上方洒下来，照亮尘埃与烟雾。相比校园里的其他建筑，这栋楼的设计极具独特性。从高空俯瞰整体样貌，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，中部完全镂空，层层绿植顺着交错的结构自下而上延展。站在不同楼层，看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景象。今天早上刚下过雨，叶片边缘上还挂着一串晶莹的水珠，偶尔微风掠过，叶片轻摆，露水缓缓坠落。站在下方的白启远仰着头，下意识地微微往后往里挪了一小步，站在了阴影里。梁教授，我的宝贝，你真漂亮。屋内忽然传出几声变了调的男声，这声音挑衅着白启远的神经。他哼笑了一声，用夹烟的手背抵住微粗的额头。身后的门被推开的声响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，他只是扬起下巴，吐出一口灰白的烟雾。直到余光里出现人影，他才侧过头。一个穿着白色 T 恤的男生从101出来，脸色潮红，脚步匆匆却有些凌乱，动作有些不自然。再仔细一看，他脖颈处那几块暧昧的红痕，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格外显眼。白启远看着男孩走出办公楼，眼神才瞥向身后。梁浩天站在门内，手扶着门把手，嘴角挂着自信又得意的笑。等很久了吗？他说着，顺手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没有。白启远语气平静，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。屋内有些暗，梁浩天关上了门，转身对着墙上的一面镜子，神情自若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发型。白启远熟忍地坐到办公桌对面的客座上。我说你能不能收敛点，越来越过分了。还好是我在门口，要是别人怎么办？在外面闹就算了，现在还在学校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啊？梁浩天笑了笑，走到办公桌旁。这就叫爱的情不自禁，而且今天是周六，没什么人，问题不大。您这心是大，不过还是建议你收收吧。你不要说我，比我出格的你也是见过的，跟他们比，我真不算什么。我见过的？谁啊？艺术学院的林辉啊。梁浩天语气轻松。他工作室里那些裸体模特不都是学生，个个标致，还没几天就换一个。人家那是艺术创作，跟你这儿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了？他说是艺术创作，就是艺术创作吗？我就不信，天天对着年轻女性人体那么仔细的看，他脑子里一点邪念没有。都是男人，装什么清高？白启远叹了口气，两人对视片刻，谁都没开口，却心领神会。梁浩天神色一正，警告似的。不许说。白启远却忍不住笑了，继续补刀。那你也不用这么饥渴吧？饥渴？梁浩天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眼神骤然认真起来。
白奇远，我不像你，成天想着报告、论文、晋升，活得那么禁欲。我就想趁着还年轻，享受生活，享受当下，这有什么错？况且这校园里到处都是年轻的血液，你看着就真的一点都不眼馋。去你的，老不正经！白启远笑骂一句。哎，白教授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你可以骂我不正经，甚至骂我是流氓，但请把那个老字去掉。白启远被逗笑。你那大烟灰缸呢？窗台上，自己拿。白启远站起身走向窗边，拉起百叶窗，把手里的烟蒂扔到了面前的烟灰缸里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。窗外正对着校内足球场，非正式的友谊赛正如火如荼。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个正带球突围的背影上。梁浩天走到他身侧，一起看着。这大腿练得可以啊。他顿了顿。我说，你就没想过戒烟啊？为什么？以前我在你面前抽你都没说什么，我以为你不介意呢。我是不介意，但抽烟了后口气不好，会影响接吻体验。我这是为你将来的另一半着想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？这用不着你操心。白启远沉默片刻，吐了口烟。虽然我这么说你，但其实从某种角度说，我还挺羡慕你的，无拘无束的，就算真怎么样，还可以回家啃老。我是没有退路可走的，要不然我也许会选择更轻松点的生活方式。干嘛妄自菲薄啊？你明明也很年轻，长得还那么漂亮。你们系的那个助教叫什么来着？看你的眼神不同寻常哦，别跟我说你没注意到。你又来了，我是男的，不要把漂亮这个词用在我身上。行，我不说，不过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事实就是事实。说你这张脸是个女的也不为过。白启远瞪了他一眼。白启远，你是大学教授，拿出点气魄来。梁浩天眼神突然严肃起来。你永远有选择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意愿真正睁开你那漂亮的大眼睛，看清你自己。不愧是以前学哲学的，说话都这么有哲理。那当然。梁浩天得意地晃了晃脑袋。对，你最有道理，我们学院有您，真是蓬荜生辉。干嘛？怎么嘴突然变这么甜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不至于，不过我确实有事相求。我最近要离开几天，家里的猫能不能放你那儿，帮我照看几天？可以啊，不过你去哪？回老家。梁浩天一愣，随即点头。行，没问题。希望他别跟我妈的吉娃娃打架就行。我们家已经够热闹的了。反正交给你了，你就看着办。不过之前逢年过节也没见你回老家，怎么现在什么都不是的日子，突然说要回去了？我也以为我不会回去了呢。说完，白启远抬手抿了一口烟，眼神在烟雾后变得意味不明。